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又到了咱们朋友问节目时间了。最近又有不少的新的问题，我尝试着来做几个解答。听友 Frank 9325他提出了质疑，他说石老师对现在川普政府的评价非常武断他认为民调显示民主党是非常惨的，而川普领导的这个共和党政府获得了广泛的拥护支持率最高所以可能对我此前发表的这个观点不太满意我是这样想首先，民调只是一种抽样，就它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民意，但是也不一定非常准确。你是否还记得，就2016年川普第一次竞选总统的时候，他的对手是希拉里·克林顿，在所有的民调当中，希拉里获胜的这个预估基本都是在80%以上，换言之就是碾压式的优势，绝对不会给川普一丝一毫的机会。但是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实际上川普险胜，对吧？所以民调本身它有一定的取样的局限性，这个在社会科学调查当中，我们是需要有一个敏感度的，就是它不一定准确，而且有不同的民调，我们可以综合起来看。第二呢，即便就是说美国现在的主流民意是赞同川普总统的所作所为的，那么我们也需要看看符合美国大多数民众当下的这种感受是不是就是对的或者正确的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说政治家他的一个主要服务的对象美国总统首先要服务于美国人民，所以他获得美国人民的支持没问题，但那是美国的内政那是美国的内政，而美国不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国家，它是一个世界级的大国，是世界秩序的创建者、领导者和维护者。在这一点上，美国总统所扮演的角色当中，世界人民对他的期待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需要在我们的思考当中当年的这个孤立主义，对吧？大家知道，在2战以前，美国盛行的孤立主义，那是从1战以后，这个威尔逊总统提出14点和平建议之后，最终被欧洲人给戏弄于股掌之间美国没有捞到任何实际的好处，所以重回孤立主义。这个孤立主义的危害，今天我们在以一个后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都非常清楚了，对吧？但当时罗斯福总统是用了多大的努力才能够去平衡，甚至一点一点的去修正这个孤立主义。甚至有人说珍珠港事变之前罗斯福是知道的这个都成了阴谋论了，对吧？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需要充分的去理解民意本身并不代表着正确。我们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意识形态什么都放弃掉，我们只看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理性分析的模型，就是在一个社会群体当中，那么它的平均的智商或者认知水平，我们如果画一条线的话，那么这条线以上的人群跟这条线以下的人群数量到底谁大？毫无疑问，精英层的认知水平远远高于普通民众，而这条平均线以上的人数是要远远少于平均线以下的人数的。而如果一人一票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多数选票掌握在水平相对比较低下的老百姓手中。这不是看不起他们，他们仍然有权利来决定自己国家的基本政策和未来。但是为什么不采用直接民主，不采用一人一票的方式，而是采用代议制民主？这里边有很多需要你去思考的问题。好，第二位听友叫爱新觉罗铁木真，我天，您这名字是不是又是满族又是蒙古是吧？好厉害，满蒙合一了他问我是石老师最感兴趣或最擅长的历史是哪一段其实作为一个中学历史老师，我们当年受教育的时候学的是历史教育学，就是怎么讲历史。那么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一个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和文化，
尤其是诗词歌赋这种韵文的艺术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世界近现代史。世界近现代历史主要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此后的一系列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整个人类走向近代化的和现代化的这个历程吧。啊，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部分。这位听友叫 GOREPALMER 啊3123啊，他说石老师应该懂得西方政治的核心是民意，请石老师多了解当下美国主流民意，不要完全从公理正义去评论俄乌战争。我非常感谢你的这个提醒，这跟刚才第一位听友是一个道理。民意不一定代表正确，而民意有的时候会导致巨大的错误，这个错误会反过来损害美国的声誉、美国的地位以及美国的根本的利益。那么最终如果仅按照民意来决策的话，那个就是民粹主义了啊。实际上刚才我已经分析过了，如果最顶级的精英层也不能把握公理正义，那么最终的结果一定是一个草台班子，而最终受害的也是老百姓自身。所以这个我觉得我无法接受你的这个意见或者建议啊。我认为评价俄乌战争必须从公理正义上去思考，我当然不排斥从国家利益上去思考，这两者应该是不矛盾的啊。特别在这想说，美国实际上在过去参加一战也罢，二战也罢，它的一系列的对外战争当中，绝大多数都是把美国利益和公理正义完美结合在一起的产物。这也是美国在过去的100多年间能够稳居世界领袖地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和保障。听友老鹰啊说，选票面前，主义从理想变为手段，这是当下西方民主制度的悲哀，也是必然。我基本同意吧，就只能说选票其实就是民意，对不对？那今天咱们探讨的很多话题都是跟这个相关的。选票是民意，你要想拿到选票，你必须懂得去获得民意。那么精英层去获得大众的支持有2个最主要的方式，一个是启蒙，就是让大众的水平提高，能够理解你并且支持你。第二个其实就是忽悠，就是欺骗，让大众盲从你。那么到底用哪一种方式？我相信在选票面前，可能政治家或者叫政客吧，他们会有自己的选择，哪一种好用就用哪一种啊。但是从更大的几率上来讲，如果你让这个群体它的水平越来越高，它其实是有助于这个国家乃至这个世界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发展的。而你用惯了欺骗、忽悠的这种手段，最终你会发现它特别好用，那不是就成了戈培尔、希特勒了吗？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从精英层上来讲，也不能仅仅用功利主义的目标去看待这些问题。好，听友田随啊 R2K 啊说建议石老师多讲解近现代史，说古代史好像这细节没有影响啊，我不大赞同啊。我当然同意可以讲近代史、现代史，它跟我们今天的当下社会更直接，对吧？但是古代史实际上对今天的影响也是非常大，而且非常重要的。有很多事情你可以看，比如我们现在的中国社会，很多地方我们还在前近代社会里边，就是我们还是古代史的延续呢。这个你要深思细思的话，细思恐极啊！那么我想，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去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从中去探讨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为什么是今天的我自己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去反思我如何活在当下，如何去走向未来。这实际上我认为历史可能够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参考啊。所以在这儿呢，近代史、现代史很重要啊，但是不要把古代史看低了，它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也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什么我是今天的我。
听友刘汉O3H 这名字也很爽啊，刘汉这都是大姓大王朝是吧？这欧盟像是春秋战国的周，名义上的天子，却毫不用处有点像但是呢不完全一样，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周，实际上从天下共主的地位，从这神坛上跌落下来，渐渐的变成了一个普通的跟这个诸侯王平坐的这么一个国家，到最后甚至还不如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诸侯国，就逮谁都敢欺负他欧盟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国家，而且它也不会被这些主要的强国，这个法国、德国呀，这些比较发达的欧盟的盟约去欺负它实际上只是说作为这个象征性的天下共主它到底有没有实际的作用那么这个就涉及到一个欧洲一体化的问题。我仍然坚定的相信，就是全球化是要继续进行下去的，它在未来的不长的时间内吧，我觉得可能10到20年之内就会重新以一个更文明的姿态进入到它的新的版本去。那么我一直担心的，实际上就是在这一轮重新分配阵营，重新获得下一轮全球化进程的红利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中国到底站在什么位置上，将跟谁一起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好，听友维基彤彤说石老师，基于您最近的2期视频，欧洲必须要崛起，民主的效率不高。正因为民主的效率不高，同时政党无底线的讨好选民，欧洲这些年无论是科技领域还是经济，其实都已被中美2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抛在了身后。按照利益的准则，民主社会确实是低效的。那民主社会又如何能在发展中不会被迫转向精英政治呢？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的基本观念，像民主的效率不高，是因为从理念上来讲，民主制度是被设计成为一个最不坏的政府制度所有的政府它多多少少都会危害到老百姓的利益，因为它是人来运作的只要是人来运作，没有不出问题的。那么就必须在分权制衡在这个降低效率上去把这个拥有巨大权力的政府里的这群人要限制住，否则的话他一定会作恶，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让政治家去讨好选民，让选民定期的给他投票来更换或者来调整这种授权，这实际上是一个必要的举措欧洲近些年的发展真的是有严重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我提到的，可能很多人不认同但是我觉得仍然是我很忧心甚至很焦虑的一点，就是白左就是这个圣母这白左他过于强调对于弱势群体、落后群体或者就是发展中的这个群体的这种道义上的责任没错，在整个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当中，已经发展起来的，你叫发达国家也好，或者发达的族群也好，那么他们是对相对落后的地区和人们有着更大的义务的，这个我也赞同。所以我很赞同做公益就是资本向善这些我都赞同，但是一定要遵守相应的经济规律，而不是发自内心的说我要努力去一下子就把这个事情给扭转过来欧洲的白左跟美国的白左一样，就是他们是一群社会精英，而且大多数都是非常好的人，但是他们盲目的相信他们可以无底线的、无条件的去动用别人钱包里的钱，然后去实现他们的理想这个理想总是听起来挺美的，而在现实当中，它却造成了对这些受助者实际上未必是最好的一种解决方案。举个例子来讲，巴勒斯坦的难民据说从联合国的难民署每年要拿到一大笔的难民的经费，这是他们自己不愿意摆脱难民称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当欧洲国家把这个福利做到极致了，从摇篮管到坟墓的时候，那么它会极大的损伤创业者或者努力工作人的这种积极性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原来10多年前了，我去跟德国的顾拜旦委员会的主席 Robert Marx 先生在聊天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他说一个大学毕业生当时大概说能挣到1400欧元，但是一个懒汉，大概国家要给他1200欧元，他什么也不做。国家给他一个40-50平米的一间屋子，管水电、管吃饭、管各种各样的东西，给1200美元，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抱着他的狗骂政府。这样的结果在我看来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我们所有的公益也罢，慈善也罢，我们的善良是为了培养一个不善良，那么必须斩断。这实际上就是在平等和自由当中要寻找一个终点，一个中庸或者一个平衡，否则的话，偏向到任何一方都是灾难性的后果。那么你提到说，民主社会如何才能在发展中不会被迫转向精英政治？其实你想想看，从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到近现代所奉行的这种间接民主，也叫代议式民主，本身就是人民的大众的统治向精英统治的一种转换，或者说是精英与大众之间的一个妥协。你仔细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否则的话，一切最公平的、最简单的方法，少数服从多数，大家试试投票就好了，对吗？网友 HADOOPEAR6471提到说问我能不能分析一下美国当前两党极端对立的原因及可能的解决办法。美国当前两党的极端对立的原因，可能就是这两党本身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利益、政治群体，其中的民主党在白左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了，它以至于伤害到了公平、正义和自由，它对自由的伤害太多，因而招致了美国社会的集体反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共和党当中的建制派实际上现在是在党内被压制的，而川普所领导的这个民粹派，他动用的是广泛的民意来对抗白左的这个过分的主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现在基本上看不到他们的一个和平相处的办法，因为基本上就属于绝对的政党化、绝对的意识形态化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种社会状态。可能的解决办法只能说，希望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两党的政策能够相互有些调整，从白左往回拉一拉，向中线靠；从极右的民粹往回拉一拉，向中线靠。当两党的政策有一定的这种我们叫 overlap 也好，就是这种重叠的时候，那么就有了可以共同商讨的空间。说到民主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大家都知道投票是少数服从多数，对吧？那同时还有另外一句，就是少数服从多数，逗号后边还要加上一个多数保护少数。多数保护少数就是胜利者要保护失败者，要尊重失败者，要在一定的必要的情况下，甚至要去树立支持失败者。如果没有少数，你的多数也就不称之为多数，你的政治游戏的规则就会被打破。所以美国历届的这个前总统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就是不会批评现总统但是你会发现川普上台以后，几乎每一句话都在骂拜登，几乎每一件事都在骂拜登。这个实际上是打破政治规则或者政治默契的一种方式，它会造成美国社会的极端对立更加深入化。我对此也是觉得我非常不以为然。听友 Rock Artillery 说以前在知乎看到过关于这个活字印刷术的讨论说这个活字的 idea 不是一个特别难想到的 idea， 想法本身不难得是难得的是合适的条件和环境。就好比说诸葛亮能想到利用蒸汽的动力，他也没有实现这个理念的材料学做支撑没错我完全赞同你比如像牛顿发现这个万有引力定律假如说这传说是对的，说被苹果砸着了是吧？咱不能归功于那苹果，对吧？他还得归功于这个牛顿这个大脑我觉得时代所赋予的这种科技的进步
不仅仅存在于这些聪明的大脑里，这些聪明的大脑也恰恰是时代的一个产物啊。所以我想说，很可能这就是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的一个完美的结合啊。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啊，活字印刷术在中国出现，在欧洲出现，它完全有可能是在一个强大的需求的情况下啊，是被倒逼出来的一种方式啊。我觉得没问题，你的想法非常非常好，非常有意思。听友 JOHNDOE 啊，我不都念了啊。而他认为最成功的复仇乃是让被复仇者理解复仇者。对啊，对，但是虽然很难啊。我这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想法，一个例子，就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啊，这不是复仇者啊，这是惩罚者，对不对？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时候，马谡在戏台上那个大花脸唱的是该斩呐，该斩就是该杀我呀，他服啊，对吧？那如果是在报仇啊或者处罚的过程当中，能够让对方心服口服，这当然是最成功的，对吧？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让公众、让大众更加信服更重要。所以经常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不能用东京大屠杀来补偿或者来报这个南京大屠杀的仇？我的想法就很简单，你用东京大屠杀去做同类似的事，那么你就不如日本鬼子，你就不如当年的法西斯，因为当年他们可能还没有这样的文明程度，他们当年还没有这样的认知，所以人不如野兽。但你今天已经充分认知他是野兽，他甚至不如野兽，然后你做的还不如他，这叫什么事儿呢？那你的正义性到底体现在哪里呢？对吧？所以我觉得你比如像纽伦堡审判，像东京审判，它带给世人的是非常震撼的一个文明对野蛮的复仇啊！对野蛮的复仇要用文明的方式，哪怕它效率低，哪怕它慢，但是它会给整个世界、给整个人类的发展奠定一个基础啊！所以我觉得，我在讲课的时候，我特别就是会强调这一点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南京大屠杀里边有2个百人斩的，一个叫向金敏明，一个叫野田毅，是吧？哥俩从上海一路杀人比赛，那最后这俩还活着，活到战争结束被遣返回日本了。是我们在就是东京审判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证据，然后把他给从日本又抓回来的。那这级别不够，所以就在中国国内受审，然后被判处极刑啊，1人1枪给枪毙了。你怎么想他也不过瘾，怎么想他也不够报仇的，对吧？每个人身上100多条中国人的人命啊，可能还不止啊。但是我们只能这样去做，因为我们是文明人，我们要坚守文明的底线。所以我当时讲课的时候，我就多次提到说，与其把他们虐杀，什么是这个十拉酷刑啊，这个寸折呀、点天灯，与其这样的话，不如把这份判词。当时是这个国民政府的这个战犯，这个军事法庭的审判长叫石美瑜，他的那段判词铿锵有力，直到今天言犹在耳。我觉得应该把它放到日本的中学，把它放到中国的中学，放到全世界的中学里面去，让大家去学习、去思考，最终去避免类似的惨剧再度发生。听友QT8792问我说，多大孩子才能配备这个智能手机啊？成年人应该如何控制手机来专注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啊？最近澳大利亚的这个立法者宣布说，16岁以下的孩子严禁使用智能手机，这被誉为是就是叫史上最严的对智能手机的立法啊。我基本上赞同，16岁其实就是高1嘛，就是高1高2，对吧？就是他接近准成年之前，是尽量让他远离这些智能的电子设备的不是不能用是一定程度上在监管程度上是可以用的，但是要有时间限制，要有内容的限制你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去管它，因为那些里面的东西对于大脑的引诱和腐蚀太重了它基本上一旦上了瘾，你是极难戒断的成年人都如是。
那成年人如何控制手机呢？我是觉得主观上要建立一个强大的认知，要知道那个东西它不对，它对自己有害而无利，对吧？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嘛，那这个是一种内在的一种力量。外在的客观上来讲，比如说多运动啊，多运动要有很好的这种社区的活动，跟人打交道，而不仅仅是跟虚拟世界打交道啊，要有好的自然条件，阳光啊、水啊、空气啊，出去跑步啊，有锻炼啊，然后有这种大家在一起，哪怕是聊天，一起读纸质书，一起思考，一起旅行啊，等等等等，就是一定是要把这个电子产品啊，要放在一个合适的范围之内啊。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啊，但是呢必须这样做啊。我同时啊，我再强调，我反对禁止。我反对禁止，尤其是高中生或者成年人，我反对禁止他们使用这种电子产品，因为第一禁不住，另外他们是一定要学会跟高新技术共同成长的。这个东西你仅靠去被动的去禁止，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失败。好，听友 JUJUBEZHU 啊，在问说，满清政府割地求和，以屈辱换和平，是否值得肯定？你这字面的表达当然是不值得肯定啊。任何时候以屈辱换和平，我认为都是不值得肯定的啊。但是满清政府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啊，割地求和是不是只是满族或者清政府应该来负责任的事情？啊，这个有机会我们再去细细的探讨。我今天更多的想说的是，这个屈辱是谁的屈辱？啊，这个帝国是谁的帝国？在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觉醒之前，这个国家叫大清国。大清国是爱新觉罗家族的，是皇帝的国，它不是民国，不是老百姓的国。那么最后的割地割的是皇家的地，屈辱是皇帝的屈辱。直到我们的民族意识被唤醒了，我们渐渐能够认同这个国家是人民的国家的时候，那么这个屈辱就变成了国家的屈辱和民族的屈辱。所以你会发现，从鸦片战争开始，至少到甲午战争之前啊，老百姓对于洋人的入侵没有什么太多的反应，因为洋人来了还拿我东西还给钱呢，这官老爷拿我东西都不给钱，对不对？甚至出现了华勇，就是这个中国人去帮忙打仗去，帮忙当这个挑夫啊，去运东西啊，给战略补给啊，带路啊，这些都有。你说他是汉奸吗？我觉得，当国家没有承担对这些国民的基本义务的时候，你也不能说他对你没感情啊。但是大概是从甲午战争往后，一直到这个20世纪30年代的到40年代的这个中日战争啊，这个咱们叫抗日战争，对吧？这个几十年里边，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被唤醒了。唤醒的过程当中，就是他充分意识到，原来这个国也不应该就是你爱新觉罗一家的，你应该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那么这个民族意识的觉醒，就使得所有的这种屈辱变成了我们人民的屈辱，或者是就我的屈辱啊，我自身有这种痛感了。那你比如说到了这个就是37年这个抗日战争开始以后，那毫无疑问，我觉得对于全民族抗战这件事情来讲，它已经不分谁是谁了。所以你记得蒋介石在1937年的应该是7月17号庐山讲话里提到，叫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而这个话是能够获得大众的心理呼应的。听友马占然啊 H7D 问，他说他是听着清华学校的视频长大的，目前在多伦多大学留学啊。他说
想请教我是除了理论层面，我对马斯克的这个 Doge 所揭发出来的种种惊人的腐败，例如国际开发者怎么看啊？我认为有人的地方就可能有腐败啊，有腐败就应该抓腐败，所以反腐倡廉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反腐的方式方法。反对腐败一定要用法治的方式来反，用法律去反，而不是用超越法律或者非法的东西去反。马斯克的这个反腐，他接触了大量的所谓的这种惊天大案，有任何一个都会使美国的政局发生巨大的动荡。可是现在2个月过去了，有任何一个案子进入到司法程序吗？我觉得目前没有。这就好像2020年的这个大选啊，川普总统在竞选失败以后一再声称是舞弊啊，各地的舞弊，但是他们抓出了几十上百个所谓的舞弊的案例，可是后来有任何一个被确认是真的吗？我认为是没有的啊，如果有早翻天了，对不对？那马斯克把这个所谓的腐败证据放到媒体上，而且是他所能控制的这个媒体啊，发动群众把你批倒批臭啊，打翻在地，踏上1万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你没有辩驳的机会，你也没有经过相应的司法的审判和认定啊，这个用舆论、用民意裹挟来反腐，这能导成什么结果？我相信你能明白，对不对？我举一个小例子来讲，比如说他接触说150岁甚至200-300岁的人还在领这个社保，领这退休金啊，本身这就是荒谬的，因为已经解释清楚了，那是因为计算机系统里边的 bug 问题，根本不存在150岁的人以上的人还在领退休金的事儿。但是当他爆出这样消息来的时候，群情激愤，但是最后说明没这回事的时候，悄然无声。这种游戏的玩法，难道不值得我们去警惕吗？听友 Lucy B3V 说刚下单买了石老师的书啊，谢谢大家对我这本书的支持啊。这个第2本书是2023年的原周刊内容的一个结集啊，实际上我是跟段老师主要来负责来撰写啊。那么这本书第1批印的已经都卖光了啊，现在第2批印的应该马上就能印出来了。在国内如果您要是想购买的话，到时候我在这个里边插一个2维码吧，大家可以扫那个2维码去找我的小助手来直接买。你要上面标注说需要我签名的，那就我来寄给您。然后如果要是不用签名的那个，那小助手可以直接寄给您啊。现在呢，在美国这边我也在想办法来做一个统计啊，美国和欧洲2个点吧，如果能够做一个统计的话，只要能够达到一定的定量啊，我会也想办法满足美国和欧洲的这个快递的这个服务啊，我争取能够尽快的送到大家手里面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的支持，您的支持啊是让我继续在这条路上往前走，因为我这个老师都信口约，目前我看凑了凑，已经快到1年的时间了啊，到1年我想也要把它结集出版。因为这个还是挺让我自己骄傲的一件事儿，谢谢各位啊！好了，最近大家的问题呢，就差不多就回答到这儿啊。大家有什么想问的，有什么想回复跟我交流的，就在节目下方评论，好吧？我尽最大的努力去回答啊！谢谢，再见。